启禀皇后，李夫人的安胎汤已经备好了。安胎汤。臣妾近来都有吩咐厨房为李夫人做些安胎汤，现在就送过去，免得凉了不好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李夫人死了。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死了？她是中毒而死的。谁人下毒？朕也想知道。或许要问皇后你。陛下此言何意？最近皇后一直在给李夫人送汤。陛下是怀疑臣妾毒死李夫人？是朕不得不疑。这是她死前留下给她义父的书帛。义父亲近，女儿惶恐，不可终日。皇后外侮，毁乱宫闱。什么？臣妾一向清白，怎会如他所说，与段大哥有奸情？他这是污蔑、陷害。难道他用自己和腹中龙翼的性命来污蔑陷害？这绢帛和凝香墨都是朕所赐，自己亦出自他手，所以书帛也不可能是伪造。当中说不敢告诉朕，所以急找袁书商讨。朕也可证他死时，袁书是受急召刚到。他上面说，惧怕臣妾与段大哥的事情因被他发现而杀人灭口，所以他的死，陛下认为是臣妾做的，是吗？陛下相信这是实情吗？朕不知道该相信谁。每次见你，你都是清白无瑕，清明意境。可是陛下还是怀疑臣妾了。朕也不想怀疑，但是朕确实没有证据，以证明李夫人所言为虚，也不能证明你与段宏清白为真。陛下何出此言？最近发生林林总总，都让朕不得不怀疑，你与段宏之间的情谊到底有多深。请陛下明示。你对他的关顾，他对你的守护，都是义无反顾，舍身忘己。那只是兄妹之意啊！你们成朕嫔之变，结伴离队返乡，并无通知朕。臣妾已说过，那是街道家。而且你们二人同骑一马回来，态度亲昵，是朕亲眼所见。臣妾见弟弟心切，无奈大雨断桥，山路只容一骑，段大哥才出此下策。段宏也是这样说，因为这是事实。可到底是事实，还是串通一气？朕已经分不清了。朕还以为调离段宏可以。陛下是为此才调段大哥去守墓，而不是为了臣妾，为了弟弟。陛下竟然因为臣妾要赶回来见弟弟，而错怪段大哥。子夫是在怨怪朕吗？你第一次与朕争辩，是为段宏丧父，如今第一次怨怪朕，也是为了他。看来你们果真情谊深厚，那为了对方杀人灭口也不为奇。陛下如此妄下定论，也算是明君吗？这也只是以目前的证据而言。臣妾只希望陛下不要受妒火所逼，查出真相，还臣妾与段大哥清白。朕一定会查，但愿事实真相如皇后所言，你与段宏既无杀人，亦无苟且。
皇上才命大人往茂陵为魏大将军守坟，何以在半路又急召将军回京啊？长安传来消息，说李夫人突然离世，不知是否为此有新的任务。待我明日到达长安，入宫觐见皇上，才有分晓。你去歇息吧，明日一早还要赶路。诺。我是宫中李夫人的义父。李夫人刚刚仙逝，我奉皇上之命，为李夫人祈福安魂，所以还请店家这几日专为我准备些糙米粗食。大人节哀，我定会安排的。啊，有劳店家了。大人，您的房间在这边。啊，请。这之字上半部也是后字上半部，之与后二者相近。兄弟应该与我朝当今皇后颇有渊源。这之字又可拆为节，以之字论你一生，可用3句话来概括：半生功名，一生寂寞，情路坎坷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既有心引我来此，又何惧现身？我已了得剑法高明，但这方氏的皇子到底有何企图？陛下屏退左右，是李夫人之死已查出什么？还是有什么话想问臣妾？朕来是想问段宏的下落。段大哥不是前往茂陵为弟弟守坟吗？朕召段宏折返，但他失踪了。失踪了？那他可会遇到什么危险？他身手不凡，能遇到什么危险？但愿他不是因为李夫人揭出秘密而畏罪潜逃。看来陛下已经认定我与段大哥有私情，有罪责。那敢问陛下，可有查出什么真凭实据？朕也想查，但人都失踪了，如何查？陛下，臣妾一直在想，如今一切都与李夫人之死有关。若能找出死因，或有眉目。臣妾在宫里，也每日在钻研李夫人所中何毒，望能找到真相。幸好西域打通了，从前无所知的药物，如今也发现了。原来西域有奇花异草，足能做到无色无味的毒药。陛下，这就是皇后所言的真相。或者这才是真相。
亲手赐予段宏，内有他附近坟土的锦囊，是他随身之物，别说你不认得。段大哥的锦囊，臣妾当然认得，但怎会在此？因为段宏他刚刚在此。不，否则如此特殊的锦囊，你早就应该发现。侍女清洁打扫也该会发现。定是有人栽赃嫁祸。李夫人说你与段宏有私，你说是诬陷。朕在你寝室亲手拾到段宏的锦囊，你说是嫁祸。是谁诬陷谁嫁祸？是朕吗？陛下，事实并非陛下所见。段宏孑然一身，最亲近的就是你。段宏失踪，朕不得不来问你。但朕本是想在你清净明白的言辞之中，解除朕的疑虑。真没想到，原来朕却证实了这一切的疑虑都是真的。请陛下息怒，臣妾确实没有见过段大哥，如今他下落不明。启禀陛下，廷尉急报，于宫外抓住段中尉。如今下落就清楚明白了。好，把他押来见朕和皇后。诺。下去。诺。段宏，皇后听闻你失踪，恐你遇到不测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臣于折回长安途中，突遇偷袭，才没有及时回宫面圣。可有受伤？并未受伤，只是被迷香迷昏。醒来之时，已离未央宫不远。若是偷袭，为何只是迷昏你，而没有杀了你？臣也不知道。臣也觉得此事蹊跷，急于查明，所以即刻回宫。还是偷钱回宫，被发现后才假装赶回宫啊？陛下何出此言？因为你与皇后毒杀李夫人，事情败了，你偷偷潜回宫中，与皇后商量对策，是吧？陛下，李夫人之死，怎会与臣和皇后有关？你与皇后的私情被李夫人发现，你俩联合毒害了她，没想到灭口无用。她死前已留了书帛，揭发你俩苟且之事。陛下岂可妄作定论，血口喷人？皇后何以盛怒至此？难道是心虚？是因臣妾无端被污蔑，还是怕你的段大哥被捕为阶下囚？陛下，皇后一心向陛下，怎会与臣有私？若无私情，无杀人灭口之事，你又为何在面圣之前偷偷去见皇后？臣刚入宫，又何以先见皇后？这是什么？这锦囊是朕在皇后寝室发现的。你若从未去过，锦囊为何在此？陛下，段大哥曾被迷晕，身上物件应是当时被偷。臣妾殿中进出的人众多，要想放一个锦囊，有何难？陛下，臣怀疑陷害皇后与臣的一切阴谋都是一人所为。是谁？李夫人的义父袁叔。袁叔与你二人皆无旧仇，为何要设计陷害？臣也不明白。但这次袭击臣的的确是袁叔，而且他出手不凡。真的？荒谬！臣妾亦相信袁叔有诈，他与李夫人绝非泛泛之辈。而且李夫人当日变脸，臣妾也早见识过。朕如今也见识了皇后的变脸。此事牵连陛下英明，皇后清誉，还是请陛下明察秋毫。臣有证据，可证明李夫人义父正是害臣之人。好，但
朕就召袁术入宫，让你们心服口服的认罪。明日祭祀的事，司河已经安排妥当。仪式之后，我们绕道茂陵，去看看卫青的陵墓，再回长安。公主来回奔走于长安、茂陵和平阳县，只怕公主舟车劳顿。看了方可宽心，我们就陪公主去吧。公主，段中尉的下属张信有急事求见。参见公主。公主李夫人中毒身亡，皇上怀疑是皇后与段大人私情被奸而杀人，已将段大人拘捕。那皇后呢？臣出长安时，只知皇上正召李夫人的义父袁术与大人对质，似未定案。但皇上盛怒，并不相信皇后与段大人是清白的。我先前在宫中遇到过这个袁术，其人殊不简单，恐怕当中有极大的阴谋，而且是针对皇后。司河，收拾行装，马上回长安。哦。拜见皇后。参见陛下。皇后带着盘水与剑来，是想效仿朝中大夫蒙冤在身的盘水加剑。端平盘水，请天子公平裁决。若查明臣下不忠于君，将以此剑自刎。陛下，段宏愿与袁术当殿对簿，洗清冤情。臣妾既设此案，也请陛下一同裁决。如非冤枉，臣妾当以此剑自裁，以正国法。皇后，你我尽是清白，有何可惧？就只怕审判不公。好，你二人若是无罪，朕为你们证明。倘若真的不忠于朕，就让你们正法，让皇后盘水加剑，朕要公平审判。小人愿为义女与段大人对簿，只求为义女讨回公道，安其在天之灵。袁术，段中尉指控你用迷香施袭，偷他锦囊，放于皇后寝室，栽赃嫁祸。小人与段大人无冤无仇，为何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？陛下，此人心怀叵测，不是早怀恨于臣，就是怀恨于朝廷。几年前，他曾假扮方士，无故为臣所。哦，哼，原来是你呀！我记得了。陛下，小人曾在城外酒寮算卦，见过段大人。若无记错，当时就算出段大人和皇后颇有渊源。果然不假呀！朕也听过段宏测字之事，真没想到，当年我测出大人与皇后有私，如今我女儿竟因此而死。你捏造事实，一派胡言！你先是以迷香施袭，取我锦囊，再至于皇后殿主，全都是你早有预谋的圈套，以陷害我与皇后。你有何证据？证据就在他身上。臣遇袭时，曾出掌击伤对方，
相信袁术的右肩仍留有掌印。若见掌印，就可证明袁术栽赃嫁祸，连同李夫人之死，也另有文章。陛下，小人为了证明清白，只好失礼于大殿。段大人看清楚了，小人身上可有掌印伤痕。当中定有蹊跷。你特意出现在驿站，诱我追踪到郊野，相信一定都是你的盘算。你，陛下，小人痛失爱女，奔走各地以查找真相，栖身于各处驿馆旅社，岂有盘算？可幸苍天见怜，让小人找到人证，并斗胆带进宫来面圣，以揭真相。此人是谁？就是段中尉抛弃之妻骊姬。宣骊姬觐见。民妇拜见陛下。皇后。骊姬，见到皇上，尽可说出真相。当日，段大人为何要休弃你？当日被休，说是因民妇无所出，但实际上是因为段大人心有他人，无法放下，不忍负我。其实，民妇与段大人徒有夫妻之名，未曾行周公之礼。几年相处下来，只觉得段大人对皇后处处关怀，甚至私下约会。就在陛下赐婚的那一天，民妇亲眼看见段大人烧毁与皇后的情书。骊姬，你为何捏造假证词，污蔑我？我只是说出我的所见所闻，可全是不敬不始，够了！除了皇后和段宏，一干人等全都退下！诺。盘水加减，公平裁决。段宏，如今人证都证明了你的不忠。陛下，骊姬所说全是虚言。臣对陛下一直忠心无二，否则不会孤身赴淮南，九死一生，连父亲都未能送终。你是在埋怨朕？不是埋怨，只是抱憾亦抱冤。说臣不孝，是有；说臣不忠，太冤。你不孝，那当年皇太后为田汾之死要杀你，朕逆母相护，也是尽义忘孝。那是因为陛下英明，知道段宏无辜，田汾该死。臣父西域寻张骞为陛下分忧，才错失救人时机。田汾却陷害忠良，意图谋反。但是你劫法场，假传圣旨，罪应处死。
可朕仍是保你，在皇太后面前替你掩饰。当日陛下暗立宫禁，臣也在兰陵殿上拼死阻拦窦太皇太后，替陛下隐瞒。如今想来，当日你到底是忠君尽责，还是为守护兰陵殿的主人，也未可知。段大哥在陛下身边多年，忠君护君，出生入死，陛下何以如此猜度？不是猜度，而是摆在眼前的事实。陛下，臣确实与皇后没有私情，一切都是段宏一厢情愿。那你是承认，一直割舍不下的女子，就是与你青梅竹马、有结发之谊的卫子夫，朕的皇后。陛下，但皇后一心向陛下，知我痴情既小以大义，断书断情，请陛下明鉴。陛下，段大哥顶天立地，一直以兄长的身份守护臣妾，从无越礼越规啊！皇后处处维护段宏，可曾顾及大汉之君的颜面，你夫君的感受？正因臣妾视陛下为此生挚爱，才会心痛，才会不顾礼节地劝告陛下，不要错怪忠良。朕看不出你对朕是何情意，倒看清楚你与段宏的关切情真。臣眷恋童年结发情谊，的确有罪。听凭陛下发落。若臣之死能令陛下息怒息疑，作为陛下的忠臣，皇后的大哥，臣死而无憾。好，朕就如你所愿。禁卫何在？在。段宏擅离职守，有负圣恩，押下去。明日午时处斩。诺。陛下。至于皇后，封功戴罪。